给我听好了，镇魔司不是善堂，不收废物。想加入镇魔司，每人斩杀一头妖魔，活着回来的就是镇魔司的人。死了，就当给妖兽加餐了。太快了，比我预估的还快，实力差距太大了，硬碰硬就是找死。背鳞太硬，刀根本破不开。难不成我今天真要死在这里？再拖下去，他活不过下月。哥，你别去了，我没事的。我不能死，瑶瑶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会活着回去救你。被砍不动，那就开你的肚子！直捣黄龙！就是现在！终于死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首次斩杀妖魔，极道斩妖系统激活。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极道斩妖系统，斩杀妖魔魔头罪恶之人必定掉落奖励，奖励类型包括神兵、功法、神通、体质、修为、天才地宝。注：仅限宿主亲自击杀或助攻占比超过50%方可触发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九阳神体。九阳神体，先天神体之一，体内蕴含9道纯阳之力，对妖劫之物天生克制。这就是九阳神体。这疼痛感比刚才好多了，断掉肋骨居然在自行愈合。淬体境5重的碧鳞蛇妖，总算是杀掉了。多久？不到半炷香。叫什么？初宁，哪里人？北境来的。淬体境3重，杀淬体境5重的碧鳞蛇妖还挺有种。不过别高兴太早，考核场里的妖魔都是饿了3天的半残品，真正的野妖比这凶3倍。这是你的安家银。镇魔司的规矩很简单，杀妖拿钱，妖魔的等级越高，赏银越多。活着花钱，死了拉倒。这恢复速度，换成以前想都不敢想。九阳神体果然不凡。5两安家银，加上身上原本剩的几十文铜板，够买7天的药。但瑶瑶的病1个月至少要3两银子，所以明天必须去镇魔司接活，杀妖拿赏银。
这是唯一的路。门怎么开了？小姑娘，你哥欠刘三爷的钱连本带息16两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我哥说了，他会还的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宽限？刘三爷的规矩，到期不还就拿东西抵。小姑娘，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模样倒也俊俏。城西的醉香楼你知道吧？那地方缺人手，以你这模样，不出3个月就能把债还清。不能这样，不能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哥借钱的时候画了押的，跑不掉。你他妈谁？再碰他一根手指，我就把你的手一根一根卸下来。这小子身上的血腥味太重了，像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我说放手！你他妈找死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过不去？刘三爷在这条16两银子我没有，5两，一笔勾销。5两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16。5两。镇魔司的人杀妖也杀人，只要理由站得住，地方官府都不敢管。我们这种城南混饭吃的小帮派更惹不起。行，5两就5两。看在你是镇魔司的人，三爷那边我回去交代。不过小子，镇魔司的令牌管用多久，就看你能活多久了。这些人今天敢拽楚瑶，改天就干更过分的事。留着是个祸害，但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。等我在镇魔宗站稳脚跟，再慢慢算。哥，你受伤了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哥，那些人还会来吗？看见没？你哥现在是镇魔司的人了，在这座城里，没人敢动镇魔司的家属。镇魔司的火很危险的，哥，我听人说过。你哥比妖还凶，放心。哥，你的手好烫。来，先进屋。5两银子全给了那帮人，身上只剩几十文铜板，必须尽快去镇魔司接任务。杀妖、赏银、系统奖励，3条线一起走，瑶瑶才有活路。事儿办得怎么样？5两。16两的账，你收回来5两。三爷，那小子是镇魔司的人。镇魔司？我亲眼看见的令牌，黑铁的，上面刻着“镇魔”2个字。这个月的新人，应该是。盯着他，去镇阁外面打听，看看这小子在里面是个什么位置。如果他是被丢去送死的底层杂鱼，就找个干净的地方把事情了结了，连他那个妹妹一起。如果他真能在镇魔司站住脚呢？能在镇魔司站住脚的人，你觉得他想弄死你的时候，会比弄死一个畜生多犹豫一下？3天，我要消息。3天，3天之后就知道该走还是该杀。新人去教场集合，有人带你。你们已经通过考核，正式编入镇魔司丙等编制。新人前5天跟队行动，熟悉规矩，5天后可自行选择编组或独立接单。现在各队队长来领人。楚宁，我叫赵虎，甲字第7小队队长。以后5天你跟我。昨天那条蛇妖是你杀的？是。走吧，先带你认认人。哟，新来的。周时，聚气境4重，咱们队的斥候，嘴碎但腿快。嘴碎是什么介绍词？
孙铁牛，聚气境6重。近战主力。方亮，聚气境3重，负责远程支援和陷阱布置。淬体境3重，队长，你确定没领错人？上头分的淬体境3重杀碧鳞蛇妖。上面那几位觉得他有点意思，让我带着练练。行吧，反正比上次塞过来那个进了林子就尿裤子的强。左，镇魔司的规矩不复杂，我给你说一遍，记住就行。第一，任务分5等，物等最低，甲等最高，甲等以上还有特等。那种任务不归咱们管，是上面那些大人物的活。每个等级的任务对应不同的赏银和功勋点。物等任务，赏银1到5两，功勋1到5点，丁等5到20两，以此类推。功勋点能干嘛？好东西，功勋点可以在镇魔司内部兑换。兑银子1点换2两。兑功法，最低的黄阶下品功法要50点，往上翻倍。还能兑丹药、兵器、情报。新人用不着想太远，先把物等和丁等任务吃透。第二，任务板上每条任务都有情报标注，妖魔种类、物菇等级、出没区域、已知弱点，这些信息不是白给你看的，是前面的人用命换来的。看仔细了再接，别脑子一热就往上冲。第三，队伍里有规矩，听队长指挥，不准藏私，不准单独行动，战利品按出力分配，以修为低。前几天跟队主要是观摩和打下手，不要求你冲前面，但也别拖后腿。有问题吗？赏银什么时候发？任务完成当天，回来交了斋就能领，急着用钱。行，那今天就干活。这个剿府，这活轻松啊！丁等任务编号073，城外40里，伏虎岭，头目为淬体境8重，赏银15两，功勋10点。山贼不是妖魔？镇魔司不止杀妖魔，匪患、邪修、妖魔，只要危害地方的都归镇魔司管。不过妖魔类的任务赏金更高。新人跟队第一趟，不接妖魔任务，你连镇魔司的配合打法都不懂，进了妖魔窝子只会添乱。剿府没什么技术含量，20几个山贼，头目才淬体境8重，咱们队随便一个人过去都能平了。带你去见见血，熟悉一下流程。放心吧，兄弟，这种活闭着眼都能干，你就当跟着出去春游了。走吧。山贼不是妖魔，系统大概率不会触发奖励。不过没关系，15两赏金够瑶瑶吃5个月的药，活着回来就行。对了，伏虎岭那伙山贼，最近有传言说他们弄到了一批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具体是什么不清楚，任务单上没写。但镇魔司的任务单从来不写全，所以别真当春游。周师，上去看看。我的气血比昨天至少涨了3成。23个人，山腰上有一座寨子，用木栅栏围着，一共有2个入口，正门和后门。还有个事儿。说。他们弄到了一批军弩。多少？我数了12具，都是制式军弩，带铁臂的那种，有效射程至少80步。军用弩，这帮山贼从哪儿弄来的？如果让他们摆开了射，确实麻烦，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，那就不是问题。周石，从左侧绕到后门，先摸掉放哨的。方亮，在山腰寻找制高点，用弩压制对方的弩手。我和铁牛从正面进去，动手。太快了！斩杀山贼1名，
奖励32天修为。山贼也能爆？好家伙，这要是中了，脑袋直接没了。斩杀山贼1名，奖励19天修为。又一个。15天修为。奖励，奖励，奖励。5个山贼，加起来134天修为，不算多，但聊胜于无。清点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活的。后面4个，2个被我放倒了，另外2个跑了。我追出去100来步，也砍了。12具，1具没少，箭矢还剩300多支。这些东西得带回去交差，来路不明的军械，上面肯定要查。打包带走。5个，5个。赏银回去按人头算，你5个，记着。5个山贼，大约能分3两多，还不错。加上队伍均摊的底薪，差不多4两，够瑶瑶1个月的药钱了。队长，说，后面有人跟着，多久了？从我们离开伏虎岭开始就一直跟着，始终保持200步左右的距离，不近也不远。别回头，别回头。1个人，1个。身手不怎么样，藏的也不行，脚步声太重了。继续走，前面那个拐弯处，我和铁牛绕回去。说，跟着我们干什么？好汉饶命！我就是路过的，路过。镇魔司的人，你也敢跟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认识他。队长，不用问了。赵麻子，刘三爷的人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刘三爷，城南放印子钱的那个。是。娘的，放高利都敢跟到这里来了，他吃了雄心豹子胆。盯镇魔司的人，够他吃一壶了。说说吧，刘三爷让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我就是奉命盯着楚宁，看看他在镇魔司是个什么位置。三爷说，要是他只是个底层杂鱼，就怎么样？这帮孙子还真想动手。你和刘三爷有什么过节？上个月我妹妹病重，我四处借钱，却没人肯借。后来有人给我指了一条路，说城南有个人能帮我。等银子拿到手，才知道月息8倍。昨天那帮人上门要我还16两，我拿镇魔司令牌压了他们一头，最后给了5两，把他们打发走了。2两变16两，这跟抢有什么区别？你妹妹得的什么病？寒毒入体，大夫说要长期服药，每个月至少需要3两银子。行了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大哥饶命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跑腿的也得有腿才能跑。走，跟我们回镇魔司。回镇魔司，镇魔司，回镇魔司。刘三爷这个人，你别看他在城南只是个放贷的混混头子，他背后的水不浅。什么意思？我在青石城待了6年，这个人的底细始终没人真正摸清楚。城南那片地界，3教9流都给他几分面子，不光是因为他手下有人。有人说他和郡城那边的人有往来，具体是什么人不好说。你妹妹的事儿尽快解决，这种人盯上你了，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关押罪名：跟踪镇魔司执行人员，疑似为不法势力通风报信。丁等任务073确认完成，赏银15两，工薪10点，按照人头和出力分配，3两6钱。另有新人跟队底薪补贴400文。今天到这里，都回去歇着，明天卯时继续。走，我得回去好好睡一觉。今天那几个山贼跑得太快，追得我土。你不是说这种任务闭着眼都能干吗？那是鼓励新人。三爷，刚才从咱们身边过去的那年轻人就是楚宁。好。
好一副浓郁的气血，这么纯的阳气，老夫已经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身子了。肋骨怎么卖？这个时辰了，给你便宜点，80文一斤。五花肉呢？60文。肋骨来1斤，五花肉来半斤，再搭2把青菜。哥，买这么多肉干嘛？多贵啊！你哥现在有正经工作了，每个月都有俸银。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我睡了一下午，醒来以后觉得好多了，就想着给你煮点粥。哥，你白天干活累，多吃一点。楚瑶，吃。你要是不吃完，明天就不给你买了。好撑。撑才对。哥，你今天又去杀妖了吗？今天没杀妖，剿了一窝山贼。危险吗？不危险，我们队长一个人就能平了，我只是跟在后面捡漏。哭死了！哥，你什么时候买的糖？买肉的时候顺手拿的，摊主送的。哥，你的手好暖。134天吗？全部投入断体诀，全部投入断体诀。气血至少增长了2成。淬体境5重，从这一重开始，淬炼的不只是皮肉，还要深入骨髓。淬体境7重，一拳5000斤的力量。昨天我还是个连蛇妖都要拼命才能杀死的炮灰，现在已经可以一拳把那条碧鳞妖的脑袋锤碎。楚瑶的病要治，刘三爷的账要算，杀妖变强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主人，符合您条件的东西出现了。淬体境7重，一夜之间连续跨越4个小境界，这种事说出去，恐怕没人会相信。你昨晚干什么了？
气血比昨天浑厚了不止一筹，脚步也沉了，走起路来身上都带着风。突破了。突破几重？7重。你说几重？7重。昨天还是3重，今天就7重了，你拿修为当水喝呢？行，7重就7重，今天的任务可以给你加点料了。丁等任务编号089，城北30里荒谷，修为大多在淬体境1重上下，近期不断啃食周边农田和牲畜，已经出现扩散迹象，需尽快清剿。任务赏银20两，功勋12点。鼠妖巢穴数量多，但单体实力很弱，清剿本身不难，关键是不能让他们逃出去。这种东西繁殖的极快。鼠妖而已，不就是一群大号耗子？上次李二队清了一个鼠柴，说跟采虫子差不多。李二队清理的那个鼠巢只有80只，200-300只鼠妖挤在地下洞穴里，空间狭窄，视野受限，数量又多，一旦被鼠群围住，很难脱身。你愿意去？200-300只，去。真他娘的臭！看见了吧，外围已经出现了鼠妖，真正的巢穴应该在地下。老规矩，周石负责封锁外围，凡是从其他洞口逃出来的，一只都不能放走。方亮守住主洞口，负责远程支援。我铁牛和楚宁进洞清剿。等等，让新人跟着进洞？他现在是淬体境7重，比你刚进镇摩斯的时候还要高1重。行吧，我当初进洞也没怂过。松脂油膏可以防风防湿，在地下能燃烧半个时辰。斩杀鼠妖1只，奖励3天修为。3天，果然很少。不过蚊子腿也是肉。斩杀鼠妖1只，奖励2天修为；斩杀鼠妖1只，奖励4天修为；斩杀鼠妖1只，奖励3天修为。50只、80只、100只。差不多了。这个巢穴的规模和任务单上的情报基本一致，200-300只鼠妖应该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。我亲手斩杀了80多只，累计修为大约350天。走，原路返回。我们中计了。听好了，铁牛，你跟我打开一条通道，我去缠住那头大的。楚宁，你自己杀出一条路来。开山刀法，全部灌入，全部灌入。
淬体境7重，竟然能斩出刀罡，不是真元外放，是他把全部力量压缩在刀锋上，用刀法强行斩出的奇迹。这需要把刀法练到什么境界？圆满！这小子昨天还是淬体境3重，刀法也只有入门，今天就在地底下顿悟了。100只，斩杀鼠妖1只，获得特殊奖励，天赋动态即逝。天赋。这他娘的，真是顿悟！都还活着，活着，就是差点没活着。任务单删说200-300只，我数着至少有500只，还藏着一头真元境鼠王。情报不准，回去以后必须向上面反映。兄弟，你刚才那几刀，真他娘救了命了。运气好。淬体境7重打出刀号，一场战斗就把开山刀法从入门练到了圆满，这要是也能叫运气，天下修者都该找块豆腐撞死。休整1刻钟，把能够带走的东西收拾好，回镇魔军交差。真元境，甲字第7小队，他们接的不是丁等鼠妖巢穴任务吗？怎么还带回来一头真元境鼠王？丁等任务089，目标鼠妖巢穴，实际情况与任务情报严重不符。巢穴内鼠妖数量超过500只，并且隐藏着一头真元境鼠王，建议重新评估该区域的威胁等级。快去通知傅廷领。丁等任务的情报里竟然出现了一头真元境妖兽，这是镇魔司的疏漏。此次任务赏银按照丙等任务重新核算，另外再补偿每人1份疗伤丹药。这个就是昨天通过考核的新人。楚宁，新人跟队5天的规矩你已经提前完成，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自主选择继续编队或者独立接取任务。进来2天就提前毕业，这应该打破记录了吧？想好了，继续留在队里，还是准备自己单干？继续留在队里确实有不少好处，更加安全，也有人能够配合，遇到真正的强敌不至于孤立无援。但我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一夜之间修为连续提升4重，一场战斗刀法从入门提升到圆满，继续待下去迟早会露出破绽。单干。行吧，以后有事儿喊一声，哥几个绝不含糊。留着，以后去野外能用得上。镇魔司每月初1会举行内部集训，来不来随你，但别断了联系。12两银子，3点功勋，这是你这次任务的奖励。12两，
加上之前剩下的几千碎银，足够瑶瑶吃4个月的药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属下亲眼看到的，那个少年体内的纯阳之气极其浓郁，绝不是普通功法能够修炼出来的，一定是天生的至阳体质。本座困在聚气境巅峰13年，被镇魔巡的人追得如同丧家之犬，只能躲在这种臭水沟里苟延残喘。如果能够吞噬炼化这一副至阳体质的气血精元，别说神海境，就算是化龙境，本座也未必不能一窥门诀。盯紧他，等他落单的时候，立刻告诉我。哥，你怎么又买这么多？你哥今天赚了12两。12两？杀了一窝鼠妖。哥，我今天绕着院子走了10几圈，一点都没有喘，真的，一圈都没有喘。那就多走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好撑。哥，我是不是吃的太多了？没有，可我肚子都鼓起来了。明天还有。苦死了！投入断体诀。断体诀，黄阶下品7层，提升至8层。昨天134天，足够连续突破4重。今天光是突破8重，就消耗了将近1半。越往上，消耗的修为越多。继续。断体诀，黄阶下品8层，提升至9层。这一拳打出去，至少有万斤力道。修为消耗完毕，剩余修为0天。287天，只够从7重突破到9重，仅仅跨越了2个小经纬。昨天相近的修为可以连续突破4重，越往后消耗果然越恐怖。断体诀只有9层，黄阶下品功法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想要突破聚气境，必须更换一门品阶更高的功法，引导天地灵气入体，开辟丹田。没有新的功法，我就只能卡在素体境9重。检测到宿主已达到促体境9重圆满，是否突破隐藏极境第10重？极境，每一个修炼境界都以9重为圆满，但传说中9重之上还有第10重，那一重被称为极境。不过那东西与传说也没有多大区别，普通人若是当真，便是浪费时间。等极境打磨完成，红灵修者可能已经踏入真元境，甚至走到了更高的境界。历代能够突破极境的人都少又少，只有极少数天赋逆天、机缘绝顶的妖孽，能够将10年的漫长打磨压缩到1、2年，甚至更短。即便如此，没有足够的机缘和运气，也未必能够真正跨入极境。能够轻易突破极境的人，100年都未必能够出现一个。按照今天鼠妖巢穴的收益，500只低阶鼠妖大约能够获得6、700天修为。想攒够极境所需修为，至少还要赶杀3000只同等级鼠妖，或者猎杀等级更高的妖魔。妖魔等级越高，掉落的修为就越多。如果能够独自斩杀真元境妖魔，圆满级开山刀法，还有能够提前预判攻击的动态极势，我的战斗力已经远远超过同境界修者。
别人需要10年，我凭什么也要10年？别人不敢走的路，我走。组队任务跳过，远距离任务来回得3天跳过，去奇境妖魔暂时不碰，太招眼了。狼妖群居，数量少，比鼠妖巢穴好对付得多。上次鼠妖巢穴的情报说200-300只，实际500多只，还藏了一头真元境鼠王。这次说4到6头，想必数量至少会翻1倍。就算12头，淬体境5到7重，以我现在9重，刀法圆满，9阳神体加动态即逝，问题不大。怎么只有5头？比任务单写的还少。斩杀狼妖，奖励42天修为；斩杀狼妖，奖励37天修为。楚宁，又见面了。刘三爷让你们来的。三爷让我来盯着你，可没说让我动手，这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上次你当着你妹妹的面捏我手腕，让我在兄弟们面前丢了脸，这笔账我今天亲自来收。你知道我是镇魔司的人？知道啊，可这是城外20里的荒山野岭，没人看见。等我把你埋了，谁知道是我干的？镇魔司的人又怎么了？一个淬体境3重的毛头小子，杀了就杀了，谁在乎？就凭你们，弄他！一刀7个人，刀7个人。淬体境9重，3天前这小子还是3重，3天跳了6个小境界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对，道纲，淬体境怎么可能打出道纲？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！我是刘三爷的人，你杀了我，三爷不会放过你。刘三爷，我可以带话给他。行啊，你自己去下面给他说吧。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89天修为。极境需要3650天，眼下已经过半。这些人是刘三爷的手下，在城外伏击镇魔司成员。不管刘三爷知不知道这件事，这笔账都得算到他头上。这谁啊？甲字第7小队那个新人，叫楚什么来着？楚宁，昨天刚杀了一窝鼠妖那个。误等任务7确认完成，赏银5两，功勋3点。还有个事，这是人？刘三爷的人，这12个人在城外20里清风坡伏击我反杀了他们，剩下9个还在山坳里没拖回来。有人伏击咱们镇魔司的人，城南那个放印子钱的刘三爷，他疯了！兄弟，你一个人杀了12个。新人够硬。听说了吗？城南刘三爷派了12个人去城外杀咱们的人。杀谁？新来的那个楚宁，
昨天跟赵虎的队清了一窝鼠妖的那小子，刘三爷，他一个放贷的地头蛇也敢碰镇魔司！兄弟，人你杀干净了没有？杀干净了。那刘三爷本人呢？还在城南。那还站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弟兄们，有人在城外伏击咱们的人，12个打1个。今天要是不去问个清楚，以后谁还敢一个人出城接任务？妈的，咱们在外面拿命杀妖魔，他们在后面捅刀子。去，必须去！这口气咽了，以后城里那帮地头蛇都敢骑咱们脑袋上拉屎。刘三爷是吧？老子记住了。你是故意拖尸体回来的。刘三爷在城南混了20年，算你有脑子。去，先换身得劲的衣服，都带上家伙，别闹事，但也别给人面子。妈拉个巴子！老子上个月刚从药窝里爬出来，差点被一头巨气境的蝎妖蛰死，为的是什么？那群杂碎，真以为我镇魔司是摆设不成？今日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！就是这群混蛋！你本来就带着半个馒头在街上啃，跟狗确实也差不多。方亮，你闭嘴！一个淬体境3重的毛头小子，12个人围上去，半盏茶的功夫就该结束了。2个时辰了，光头还没回来，要么是路远，要么就是出了岔子。完了！这么大阵仗，难不成是发现了主人？刘三爷呢？让他滚出来！派人在城外杀我们镇魔司的人，他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12个人打一个新人，好大的本事！杀镇魔司的人，12个人打一个新人，不是那头妖的事，是光头的事。光头那个蠢货！刘三爷，出来！别装死！今天你不给个说法，看我不拆了你这间楼！主人，不要出手，属下来应付。刘三爷，你的人在城外伏击我们镇魔司的兄弟，这事你怎么说？韩队长，您这话说的，老夫比你们还冤。你冤？12个人拿着刀去围杀我们的人，你冤？你冤？那12个人，老夫半个钱就开了他们了。什么？这是半个月前的帮规记录，领头那个光头叫王铁，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，在外面借老夫的名号胡作非为。半个月前，老夫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王铁和他那帮手下逐出帮派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做的事跟老夫没有半文钱的关系。你说开就开了，谁信？信不信由各位。老夫在青石城做了20年生意，跟镇魔司从来井水不犯河水。王铁那帮人被老夫赶走之后，怀恨在心，在外面打着老夫的旗号惹是生非。各位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查。城南这条街上，但凡跟老夫打过交道的人，都知道王铁是被老夫亲手赶走的。刘三爷要是真想作假，提前准备一份帮规记录太容易了。12个人全死了，死无对证。这老东西早就准备好了后手。他让赵麻子去盯梢的时候，大概就已经想好了万一失败怎么脱身。放他娘的屁！前天那个赵麻子还是你派去盯梢的，现在说不认识了？赵麻子？各位说的是哪个赵麻子？老夫手下100多号人，老夫实在想不起来了。如果是那个左眼角有颗痣的瘦子，那也是仗没铁的王铁的人，被老夫一起赶走了。刘三爷，你嘴巴厉害，我说不过你，但我把话撂这儿，你最好给老子记清楚了，镇魔司的人谁碰谁死。那是自然，镇魔司替百姓斩妖除魔，老夫一个做小买卖的，打心底里佩服。别说对镇魔司的人动手了，以后各位路过铜锣巷，老夫茶水免费，绝无二话。如果查出来跟你有一点关系，下次来的就不是30个人了。
查，各位尽管查，老夫全力配合。走。我一个刚入职2天的新人，还没有无视规矩的资本。罢了，就暂且让你多活几日。主人，镇魔司的人走了，你那些废物呢？死了，12个全死了。一群废物，盯一个淬体境的小崽子，全军覆没。你也是废物，本座给了你7年，7年你就给我找来这么一个结果。这种妖气我太熟悉了，每次主人发怒的时候都会释放出来。主人息怒！属下无能，属下该死！你确实该死。2天，本座再给你2天时间，2天之内把那个至阳体质的小子弄到手。如果2天之后本座还喝不到他的血，吃不到他的肉，那就用你的。怎么办？镇魔司的人盯得那么紧，2天之内怎么可能？主人，给属下2天，属下保证，不用属下动手，他就会乖乖送上门来。你今天回来的早，火少。我中午煮的，想等你回来一起吃，后来实在没忍住，偷喝了1碗。另1碗呢？给你留的。猪肝补血，你气血亏得厉害，正需要这东西。好吃，哥，你这身衣服真好看。那就多吃点儿。哥，这糖是不是快吃完了？喜欢的话，哥明天再买。哥，我今天绕院子走了30圈。30圈，这么厉害？1圈都没喘哦。明天走40圈。哥，你手好暖。等修为够了，一口气冲上去。误等任务，编号113。城东40里柳河村近日出现10余头狗妖，修为在淬体境3重至6重之间，已伤1名猎户，啃食家畜数10头，赏银6两，供需4点。陈管事，突破聚气境需要的功法怎么弄？2条路：第一，完成镇魔司每月发布的晋升任务，完成后直接奖励1门对应境界的功法。不过晋升任务难度比普通任务高出1阶，一般得等你修为到了瓶颈再接。第2条呢？功勋点兑换，最便宜的聚气境入门功法黄阶下品50点功勋，黄阶中品的要100点，再往上翻倍50点，加上之前2次任务攒的功勋点，一共18点，还差32点。多谢。三爷，楚宁出城了，往东去的，1个人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，出了东门，上了官道。他妹妹呢？还在家里，没出来。去把老七叫来。哼，楚宁啊，楚宁，你杀了我12个人，又带着整个镇魔司来砸我的场子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最大的弱点从来就不在你自己身上，现在
是动手的时候了。11头狗妖，淬体境6重到8重不等，跟任务单上写的差不多，有点怪。不管了，怪不怪的，砍了再说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56天修为。156天，之前那群狼妖最多的也才51天。一头淬体境6重的狗妖，掉落量是同级别狼妖的3倍。果然有古怪，但这种古怪我喜欢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78天修为。178天，比第一头还多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43天修为，奖励191天修为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73天修为。8头狗妖加上之前的存量，总修为3172天，极境需要3650天，还差478天，剩下3头普通狗妖，如果每图还是150天左右，够了，今天就能破极境。聚气境，初入聚气境，修为不算高，但他身上的气血浓度不对，太浓了。一头初入聚气境的狗妖，气血量比正常聚气境中期的妖魔还要厚。变异妖魔，妖魔因服食天材地宝或遭遇某种机缘，体内血脉发生异变，有的是血脉返祖，退化出远古妖族的特征，有的是血脉融合，体内混入了其他强大种族的血脉之力。眼前这头不是返祖，是血脉融合，不知道融了什么东西的血脉，但把他的体魄和力量拉高了一大截。麻烦了，正面硬刚变异狗妖不现实，境界差了一个大截，还是血脉融合后的加强版。但那3头普通狗妖，每头150天左右，加上现有的3172天，刚好够3650。如果运气好，当场突破极境，洗精伐魔，全身素质大幅提升，到时候再反过来杀这头变异的，先杀小的。20步，刀横的有效距离差不多刚好够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62天修为。3334天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48天修为。3482天，还差168天，就剩1头了。斩杀狗妖，奖励168天修为。3650天，一天不多，一天不少。检测到宿主修为已满足极境突破条件，是否消耗3650天修为突破淬体境激境？突破！这就是极境，洗精伐魔。10万斤，至少10万斤力量，堪比聚气境巅峰全力一击。难怪打破极境的都是天才。他的眼神在恐惧，他察觉到我变危险了。全突云，秦云。
恭喜宿主获得地阶功法龙象本玉经。地阶，竟然是地阶功法！地阶足以让皇朝不惜一切。龙象本玉经，地阶下品功法，修炼肉身气血之力，逐步打开人体极限，修至大成，可凝聚龙象法相，肉身力抗天地。此功法直指大地境界，无瓶颈之忧。直指大地，且无瓶颈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从淬体境到大地境，一门功法全包了，以后不用再为功法发愁了。一头聚气境初期的狗妖，为什么能爆出地阶功法？该变异狗妖曾吞服一枚蕴含远古龙象血液的果核，血脉发生异变，体内残留龙象血脉之力。系统根据妖兽体内蕴含的血脉源头等级，匹配对应品阶的奖励。不是这头狗妖本身值钱，是它肚子里吃过的东西值钱。想爆好东西，就得找吃过好东西的特殊妖兽。变异体，血脉融合型，体内残留血脉极为珍惜，若提炼出来，对突破大有帮助。这是你一个人猎杀的？是。赏银翻倍12两，功勋翻倍8点。镇魔司愿意出个价，用一次进藏经阁的机会，换取这头变异狗妖的尸体。进藏经阁通常需要很高功勋，该报的系统已经报完了，这尸体留着对我没用。行，今天收获太大了，极境突破，地阶功法到手。我出门前锁了2道门栓，还搬了石头顶上，门绝对不该开着。楚瑶，楚瑶！城东15里枯柳渡口，想要你妹妹就自己来。刘三爷。姐姐，我是隔壁巷子的，我娘病得快不行了，求你帮帮忙吧。你是我表本了。三爷，人给您带来了，您看我办事利索吧？您答应我的那2两银子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让阿贵和翠姐把他绑上来，结果还没绑完呢，就这样了。主人，这丫头身上有古怪。阿贵和翠姐就是碰了她之后冻死的。您老见多识广，帮忙看看，这是什么毛病？一个将死的废物丫头，管她做甚？她来了。主人放心，外头这帮人够他啃一阵了。等他杀上来，气力也该耗得差不多，届时便是您享用美食之时。让开！我数3兽，还挡在这儿的
死！呸！小子，知道爷们儿是什么人吗？伊良道上杀人越货的，见过的血比你喝过的水多。你一个镇魔司的小镇魔使，少在这儿装！斩杀罪人，奖励57天修为。杀了他！滚开！我没空跟你们耗，让开，饶你们一条命。好一个，全家死，300两银子，杀了他的人平分。回头我再给你们每人1颗筑基丹。弟兄们，退了也是死，不如拼一把！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头！斩杀罪人，奖励91天修为。系统，全部投入龙象焚玉经，消耗修为1493天，检测到功法自带聚气法门，正在打通经脉。突破聚气境1成，突破聚气境2成，突破聚气境3重，可用修为已耗尽，突破停止。当前修为聚气境3重。这不可能，他前天还是淬体境3重。楚宁，你妹妹在我手上，你要是敢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妹妹在。哥来了，没事了。看来从头到尾，真正想要我命的人是你吧？看够了，哥，别怕。你那纯阳之气，比我想象中还要浓，天生至阳体质。这种东西，我在大荒以外就再没见过了。年轻人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乖乖走过来。我吃饱了，心情好，可以放了你妹妹。我和那些蠢笨的野妖不一样，说话算数，否则话……你叫什么？哦，要死也得知道谁杀的你。我叫阎罗，夜迷族王族旁支，困在这破地方13年了，靠刘三爷这条走狗找些凡人血食给我续命。不过你跟那些凡人不一样，你身上这股至阳精元，够精元。好，聚气境3重就以这种力量，果然不是普通的至阳体质。如果我把你整个吞了，何止神海境，说不定能直接回到化龙境。到时候我夜魔族王族血脉重新觉醒，就能回到族中，不用再困在这鬼地方吃人过活了。废话！既然你不肯乖乖就范，那我先把你妹妹撕了，让你看着。神海境，不可能！这种穷乡僻壤怎么会有神海境的？有。
妖魔，叶碎族王族旁系阎罗，奖励天阶上品身法幽影步，身形如暗影游走，可在方圆100丈内瞬息闪移。你为什么杀他？因为他要吃我。我知道他要吃你，但你可知，我追踪这头夜魔族的妖已经3天了。王族旁支，聚气境巅峰，他活了至少200年。他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夜妖族的据点，妖域的兵力部署，甚至近年来渗透人族城池的暗线，这些情报比杀一头妖值钱100倍。但你一拳打碎了他的喉咙。前辈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是个镇魔司的新人，入职才几天。那东西要杀我妹妹，我脑子一热就……你看，我妹妹还在这儿呢，我哪顾得上想那么多？镇魔司的新人，聚气境3重，一拳轰碎聚气境巅峰妖魔的喉骨，你管这叫脑子一热？运气好，前辈不是伤了他2条腿吗？他动不了我才打得中，不然我肯定打不过他。不许伤害我哥哥！楚瑶，哥，我没事。别说话。你那点纯阳之气压不住他体内的东西，再拖下去他会死。让开。你妹妹没有寒毒。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她体内根本没有什么寒毒，她是在觉醒。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体质，太阴之体，至阴至寒，与生俱来。这种体质觉醒时需要大量的灵气引导和特殊法门辅助。她的身体太弱，又是凡人之躯，根本承受不了觉醒带来的反噬，所以每一次发作，她的身体都在被撕裂。你是说，这2年来他受的所有罪，不是别人，是他自己的力量在杀他。你用纯阳之气帮他压制，短期有效，但你压得越狠，觉醒的力量反弹就越猛。再这么下去，3个月之内他会彻底崩溃。你有办法？我是寒元宫真传弟子沈清怡，寒灭宫修的就是至阴法门。我有办法暂时稳住他体内的力量，不让觉醒继续失控。暂时？先稳住，后面的事后面再说。好，找个地方吧。等一下。楚兄弟，我也是被那妖逼的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你饶我一命，以后我给你当狗都行。我不缺狗。斩杀罪人，奖励113天修为。走吧，城西30里有一处废弃的药炉，安静。哥，冷？不冷，哥在呢。银月真气，引。稳住了，但只是暂时。我用寒月真气封住了他体内3条主脉的觉醒节点，短期内不会再发作。能撑多久？2个月。哥，哥在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像不冷了。这是寒月引的入门心法，寒月宫外门弟子的筑基功法。你先试试，能不能感应到体内的寒气？寒月引讲究以逸御寒，
你体内有天然的至阴之气，不需要从外界吸纳，只需将丹田处的寒意引入经脉，沿任脉上行，过膻中，入。是这样吗？你以前修炼过？没有。从未接触过任何功法？没有。你妹妹的悟性，我只在师尊身上见过。寒月吟只是入门功法，最多帮她维持经脉畅通，压不住体内的觉醒之力。但她若要使用宫中资源，就必须拜入寒苑宫门下。不行。楚宁，你应该清楚她现在的处境。我说不行，我不信宗门。2年前大周被妖魔灭国的时候，那些宗门在做什么？袖手旁观。我带着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北边一路逃到这儿，没有任何宗门伸过一根手指头。现在告诉我，把我妹妹交给你们，凭什么？我师尊是寒元宫公主，你妹妹若拜入寒元宫，以她的天资，必是由我师尊亲自收徒。她日后会是我的师妹，不是外门弟子，不是杂役，是公主亲传。寒清宫自立派900年来，从无虐待弟子之事。我以真传弟子的身份，以我的剑向你担保她的安全。哥，楚瑶，你听我说完。这2年，你为了给我买药，卖过血，挨过打，差点死在蛇妖嘴里。你加入镇魔司，天天跟妖魔拼命。可我不想一直这样。我不想你每次出门杀妖的时候，还要担心家里的我会不会又犯病。我不想你为了3两银子的药钱，把命别在裤腰带上。我不想当累赘了，哥。你不是累赘。我是。沈姐姐说我体内的不是病，是力量，那我就去学怎么用这份力量。等我学会，我就能保护自己了。到时候，哥你就不用再那么辛苦了。如果他在寒天宫少了1根头发，我会去寒天宫，不是拜山。好。起来洗脸，别在门口睡。再让我靠一会儿。粥好了。吃不下了。吃。写我名字干什么？练字。沈姐姐说寒灵宫每天要抄经文，我字太丑了。你把那个宁字的宝盖头写大点儿，别跟塌了房顶似的。哼，你又不会写。我不会写，但我会看。银子留着自己花，别给别人。饴糖别一次吃完，1天最多2颗。知道了。到了寒清宫好好听话，别跟人吵架。我什么时候跟人吵过架？你5岁那年把隔壁王婶家小子的头按进水缸里，那是他先抢我糖葫芦的。哥，你一个人在家记得吃饭，别光啃馒头。行。还有，别受伤。走吧。我要申请晋升考核。楚宁，你入司才几天，急什么？新人晋升至少……我突破聚气境了。
何副统领，您出来一趟！老大，他前天还淬体9来着。闭嘴！看，就是你小子，不到10天，从淬体3重到聚气3重，7级跨境，你确定没服食过什么禁药？是说修炼了歪门功法？我检查一下。至阳体质，这是纯阳之躯。说说吧，这些天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杀那头夜眉族妖的时候，他体内有一枚妖丹碎裂，有团精纯的灵气被我撞上了。我本来以为会死，结果那股灵气跟我的体质相合，直接冲开了经脉，就这么突破了聚气境。纯阳体质与妖丹灵气对冲后引发共振突破，虽然罕见，但理论上说得通。你妹妹呢？听说她也不在了，被寒年宫的人带走了。寒年宫，7大宗门的寒年宫，这小子什么运气啊？上辈子在天道前怕是磕破头了吧？丙等镇魔使编制重新核定，独立接取丁等及以上任务的权限全部开放，每月底薪从400万提至1两。一次机会，2楼以下随便看，待满2个时辰自动失效。全是黄阶下品的武技，招式简单，威力有限。对我现在的修为来说，跟挠痒痒差不多。这玄阶的功法还行，比黄阶强点，但也有限。整个一层基本转了个遍，黄阶太创，玄阶太少，品级也不高。老人家，看完了？看了一圈。这一层里头有没有威力大的？修炼难度高一点也没关系。小子，你聚气境几重？3重。聚气3重，你知不知道这一层放的东西够你从淬体练到聚气巅峰了？年轻人最忌好高骛远，镇魔司每年死的人里头有1半是眼高手胆的。老人家，我没有好高骛远，我就是喜欢挑战。喜欢挑战？嗯。跟我来。看来这老人家终于愿意把真正的东西拿出来了。这东西本来不该放在这一层。好厚的灰，看样子很久没人动过了。原本的品级不低，但传到镇魔司手里的时候，就只剩个残篇了。完整的拳法据说有9式，到咱们这儿就剩3式。上面几层的管事嫌它残缺，扔下来充数。搁在这儿少说也有20来年了，没人碰过。残篇归残篇，这3式的路子够凶，练起来对身体的负担极大。以你修为硬练，练差了轻则经脉受损，重则气血逆冲。所以我说你好高骛远不是没道理。选好了？选好了。小子，3式残篇而已，练不出什么大名堂。你要是觉得不对劲儿，趁早换一门完整的功法，别钻牛角尖。多谢。可惜了，一个聚气3重的年轻人，放着那么多完整的功法不学，偏挑一卷吃灰20年没人碰的残篇，这不是喜欢挑战，这是往极兔上走。041，楚宁，你疯了！这任务挂了5天没人接，就是因为伏妖群落太大，建议最少3人组队，你看没看见？看见了。那你还接？你一个人去？登记吧。哎，行，我给你登。死在外片别赖我没提醒你。刀有了，拳也有了，该去练练手了。又是这种老套路。站住！留下钱袋和兵器，放你走。气催。就这点实力，
也敢学人拦路抢劫？丁，斩杀罪恶之人6人，奖励修为431天。应该就是这里了，确实没有人烟。这么多伏妖，看来是这里了。对付这些阴属性妖术，用刀太慢。来得正好，让我看看纯阳体质的威力。丁，斩杀伏妖，奖励修为17天。丁，斩杀伏妖，奖励修为14天。还是这种杀法省力高效，而且真是很爽。100多只，将近2000天修为了。等等，有东西过来了。好快的速度！聚气境的浮雕王，难怪速度这么恐怖。要不是提前练了幽影步，第一下就得被撞成饺子馅。一直闪电不是办法。阴了，全给我加在伏龙拳上。3式圆满，足够了。来吧，畜生！10万斤气血之力运转纯阳之血线经脉，伏龙拳，回龙岁月，给我碎！丁，斩杀聚气境浮雕王，触发稀有奖励，奖励天赋风行残影。有了风行纵影配幽影步，同阶之内，没人能在速度上赢我了。不过这一拳后坐力真够大的，好香啊，像草又不像草的味道。这石阶绝对不是伏妖能挖出来的。来都来了，那就去探个究竟。不是火，也不是灵石，但这些石头竟然能把这里照得犹如白昼。这石碑上的气息不像灵力，更像是某种古老的意志。看来这里是前辈存放宝物的地方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好东西。看来时间过去太久了，这些丹药和神兵已然全部腐朽。灵田，周围的灵芝全死透了，唯独他竟然还活着。原来如此，所有的生机都被这东西吸干了。功法神通和武道传承，才是真正的硬通货。这味道是蛇，但是为何异常浓烈？没有妖气。不能让他耗下去，必须找准机会反击。该死，鳞片太硬。普通铁器根本对付不了这种怪物。伏龙压顶，龙尾横扫，回龙岁月，圆满境界的一拳，给我死！斩杀远古蛇种后裔。触发稀有奖励，奖励神兵地阶上品双落刀。
这种东西身上值钱的部位肯定不少。之前那把铁刀连个白印都留不下，这地阶上品的差距还真是大。烈云刀刻，落款时间竟然是距今1200余年之前。于病生所需灵芝17株，皆取自南荒深处，其中16株为辅药，为中央一株名为银霜玄髓草，乃于偶得之异宝。此草生于极阴之地，以万物精化为养分，耗时100年方可成熟，其效甚广，洗筋伐髓，重塑根基，改善先天体质。凡人服之，亦可脱胎换骨，踏入修行之门。瑶瑶一定用得上，靠着吞噬其余16株灵尘的养分，硬生生独活了1200年，吸得干干净净。今天归我了。成功了！系统空间里时间静止，放在这里面就不用担心药草枯萎流失药效了。这块石碑上流转的气机不像灵力，更要是烈云九斩。这名字莫非是烈云刀刻的武道传承？吾乃烈云，以此刀向天地问道。烈云九斩，以意裂空，九式合一，可断万骨。丁，获得古木传承，传承武技烈云九斩天阶下品，不吃灵力品级，只吃刀意与肉身强度，修至圆满，一刀可烈云断月。地阶上品的刀，天阶下品的刀法，加上地阶下品的龙象焚玉经，这刀法与我的功法高度适配。这趟乌鸦岭真的是来值了。该拿的都拿了，该看的都看了。这玩意儿得扛回去交差。聚气境4、5重的妖兽尸体，在镇魔祠能换不少钱。镇魔司的人，青石城镇魔司丙等镇魔使，来接任务清剿伏妖的。灰鹤门外门弟子，带队下山历练。我们追踪一条线索到了这座山，本想进洞探查，没想到里面有人。伏妖清完了，洞里没活物了。聚气境的妖兽，独自一人杀的，佩服。那我们进去看看，不耽误你交差了。是刚才那帮灰鹤门的人。我们进洞之后，在最深处发现了一间石室，石室里有一条大蛇的尸体，还有被人翻过的石台和灵田。灵田里的东西被连根拔走了，石碑上的传承气息也散了，一看就是被人取过了。我们灰鹤门花了3个月追查这座古墓的线索，从郡城一路追到乌鸦岭。石室里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我们的，本来应该是你们的。我到的时候，里面有你们的名字吗？少装蒜！整座洞穴就你一个人，石室里的东西不是你拿的，还能是谁？那条大蛇连我们师兄都未必打得过。你既然能杀他，肯定有点本事。但你一个镇魔司的丙等镇魔使，吞一座古墓的传承，你觉得你扛得住吗？
兄弟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。你把石室里拿走的东西交出来，我们灰鹤门欠你一个人情。以后你在青石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你们一共7个人，聚气境的有几个？4个。然后呢？师兄，他腰上那把刀不对。我们在洞口碰见他的时候，他腰上挂的是一把地阶上品的刀。之前在洞口我就觉得眼熟。现在想来，咱们在石室里看到的那些断裂的铁刀碎片，他进洞的时候用的应该是另一把刀。也就是说，这把地阶上品的刀很可能也是从石室里得来的。兄弟，最后说一次，把你从墓里拿的东西全部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们灰鹤门不讲江湖规矩了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们灰鹤门平时就是这么跟人讲江湖规矩的？7个人堵路、拔刀，逼人交出东西，这在你们门派叫什么？历练。我说了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。你把东西交出来，大家……你听不懂人话。我进洞的时候你们不在，我杀蛇的时候你们不在，我拿东西的时候你们还是不在。现在我出来了，你告诉我东西是你们的，就凭你们追了3个月。少废话！一个丙等镇魔使，杀几只伏妖的护色，也配？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231天。还有谁想跟我讲规矩？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我们是灰鹤门的弟子？你杀了我们，门派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们灰鹤门什么级别？镇魔司镇的不只是妖魔，江湖门派犯禁一样镇。你们7个人在官道上围堵朝廷镇魔使，强抢公物，按大武律就地格杀。那些东西是古墓里的，不是镇魔司的公物。我用镇魔司的任务时间，进镇魔司指派的区域，杀了妖兽之后，勘探现场发现的遗迹，按章程，古墓内所有收获归属任务执行人，这是镇魔司的规矩。伏龙妖幽影步。丁，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209天。撤！一线开天。丁，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197天。你这个疯子！丁，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413天。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378天。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351天。6年多。要求至少3人组队，你一个人去的。拳头打的。
聚气境4、5重的伏妖王，竟被人一拳砸穿头骨。你叫楚宁？前几天独自出去杀狼妖，后来又杀了变异狗妖的那个？是。哼哼。赏银45两，功勋25点，回头去陈管事那里领。请。你来这里多久了？不到半个月。不到半个月，从淬体境3重杀到现在，一个人清了100多只伏妖，外加1头聚气境王兽。你这种人继续留在青石城浪费。镇魔司大比，你听说过吗？大武皇朝校辖天下13州，皇城设有镇魔司总部，每州各设一座大型分部，各城再设立驻点。青石城的镇魔司只算最末端的据点。每年13州各自举办大比，从辖下镇魔使中挑选人才，优胜者可进入州级分部，获得更高等级任务权限，接触更好的功法和丹药。咱们青石城属于云州，云州分部设在宁安府，离这里大概600里。寒明宫在哪儿？寒明宫就在宁安府城外300里，寒月山上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大比什么时候？下个月15，各城报名截止在5天后。怎么报名？正常需城内镇魔使先选拔，拿到名额再去府城。不过以你的本事，选拔是多此一举。霍格给个名额也不是不行，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。镇魔司司长常年不露面，不过大比在即，明天他会来一趟。明天卯时过来，我替你引荐。行，回去好好准备。2291天，6年多的修为，幽影步。这身法救过我好几次命，要是推到大成，第一式一线开天，刀气秉直，劈云裂空。第二式横断八方，刀势横斩，扫荡四野。第三式烈月。第四式干干净净，一天不剩。真元镜，过来。司长，就是这小子。楚宁，是。入司多久了？半个月。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淬体3重入司，半个月杀到聚气3重，独自清了乌鸦岭伏妖巢穴，还顺手灭了灰鹤门，7个外门不小。灰鹤门的事，我已经让人递了公文到府城存档。你是任务期间遭遇围攻，就地还击，不算违规，但灰鹤门不会这么算。属下知道。行，那我就不多说废话了。大比的名额给你一个。谢司长。拿着这个去宁安府镇魔司分部报道。大比在下月15。提醒你一句，大比上来的基本都是各城精锐，最低真元境，你才聚气3重，差了一整个大境界。丁等127号，青石城往北60里。丁等131号，官道沿途。丙等102号，宁安府方向180里处。3个地点正好串在去宁安府的路线上，一路杀过去，到了府城直接交差。102号那张，建议至少聚气境5重以上接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路上当心。
是我们的人吗？把剩下的都召齐，传令回山，调灵兽下来。找到了。不管你是谁，杀我灰鹤门的弟子，我会把你的骨头一根一根卸下来。边境不太平，既然刀架到脖子上，我也不可能站着不动。上次青之清了亏到突发内部很被动，先攒着，到落雁谷做完丙等任务再说。3次，间隔不超过4个时辰，而且都覆盖我当前位置，有人在跟踪我。普通劫匪和镇魔司不会用这手段。乌鸦岭、灰鹤门，我杀了他们7个外门弟子，果然找上来了。他回西北方，在天上飞射不准会暴露意图，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没有系统提示，意料之中，灵兽不在奖励内，不过至少清掉了一双眼睛。长老，鹤没有回来。加速，去最后确认的方位。对方发现了。长老，那咱们……他知道有人在跟他，还是没改路线，要么蠢，要么觉得自己够硬。全员跟上，天黑之前追到他。这腥甜味不像血，倒像东西腐烂渗进土里被暴晒的气息。数量太多，大多是淬体中阶，他们是被我的纯阳气息刺激出来的。系统提示接连不断，吵死了！先杀进去再说。猪群在结阵守护什么？里面有王兽。灵气比伏妖王还强，是聚气境巅峰。将路上攒的可用修为6103年，总算凑够了。这功法99层对应每个小境界，修为全给我灌进去。
聚气境第9重，巅峰。9条经脉全通，真气远超铜镜，后面怎么还能加点？别人9根血灌水，我10根全拓宽，同等消耗，别人枯竭，我还有大半桶。手里的银霜玄犀草是寒属性，还要留给楚瑶救命，只缺3000天修为和地阶养药。前面就是云州府城，底蕴深厚，想弄一株阳属性灵药，先到了再说。10几道，不，30多人的脚步声。你这贼小子倒是跑得真快，让我等一路好找。镇魔司镇魔使楚宁正在执行任务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堵我的路？长老，他说他是镇魔司的。镇魔司的，那正好。你看，这谷里头全是妖魔的尸首。一个镇魔使孤身深入妖巢，力竭而亡，被妖魔分食，尸骨无存。这种事在镇魔司应该不少见吧？认出身份却不怕，想杀我，把死因推给妖魔，死无对证。所以你们是谁？灰鹤门，果然是他。乌鸦岭7个外门弟子，你杀的吧？他们7个堵我的路，要抢我的东西。那是他们没本事，死了就死了。灰鹤门不兴养废物。这话倒是出乎意料。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我师弟的独子，师弟就这么一根苗，从小捧在手心里养大的。你一刀把他从腰上劈成2半，他到死都没合上眼。所以这是私仇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行，不过我有个问题，你们怎么追上来的？从乌鸦岭到这600多里，我换过3次方向，过林涛河。你那只灰鹤我在荒原上射下来了，之后没东西跟着，你靠什么定位的？你倒是想死个明白。追踪香粉，无色无味，沾上半个月洗不掉。你动了那7人的尸体，粉就沾上了。灰鹤认味道，我等的鼻子也认。镇魔司只经常杀妖，不教防人，江湖门派的手段记下了。下回碰到这种事，先把衣服换了再说。说完了。37人，淬体8、9重大体，20多个聚气境，摧平真元境，左右2人聚气巅峰，真看得起我。楚宁，交出古墓里拿走的所有东西，我留你全尸。你们来晚了。聚气境巅峰，情报上不是说聚境3重吗？怎么可能？第1道3人。
他是巅峰，是聚气境巅峰！聚气境巅峰的真气储备，打这些人连1成都没消耗。10万斤力量，天阶身法，地阶拳法，地阶拔刀。这不是什么丙等镇魔石，这是一头怪物。长老，真元境对聚气境跨了一整个大境界，灵气化液，真元外放，御剑飞行，这不是实力差距，这是维度碾压。真元境我没打过，但它分2路，法术和炼体。崔平是哪种？干瘦，手指修长，不是炼体，那就好办了。隔空御物手段确实多变，但有个前提，得打得中才行。幽影步，启动！配合不错，换做寻常聚气巅峰，面对这般围攻，至少得周旋10几息。但楚宁不准备周旋。挡我者死。10万斤肉身加纯阳护体，2名聚气5、6重的围攻，连我的皮都破不了吧？就这5个人，前后不到6息，急速服中。聚气极境需要3650天，加上1株阳属性地阶药草，可用修为还差1000多年，还不够。不可能，他是聚气境，怎么可能越过境他去追上我？烈云九斩第4式。我根本不该来，能在聚气3重杀7人的怪物，怎么可能是普通人？屠龙拳第3式回龙岁月，10万斤纯阳气血化作龙影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丁，斩杀真元境5重修士崔平，奖励修为1021天，可用修为3412天，还差200多天，可惜了，就差一点儿。
和青石城那大杂院一样的分布比，眼前这地方确实不一样。光是看门的真仙境，战力就盖过青石城整个镇魔司了。比青石城大了5、6倍，看来各城的人都到了。满大殿的真元境出中期居多，还有2、3个深不可测。至于聚气境的，加上我也超不过5个。青石城、楚宁、丙等镇魔使才聚气境。对。37号，大比明早卯时正在北苑演武场，带着燕场。我有几张任务回执要交。你从青石城一路坐过来的？顺路。丁等按分补标准补5两，落雁谷这张你一个人清的？对。丙等上浮2成，3张合计赏银73两，供需39点。分部给的钱多，手里现银过百，够租房和存钱了。还有件事，落雁谷事后，辉鹤门真元境长老带30余人伏击我，全部击杀。青石城文书应该递来了。收到了，已存档。最便宜的1万800文，你安抚物价真高。2两。别光啃馒头。明天再吃好的吧。明天大比对手基本都是真元境，差了一个大境界。但境界这东西，在我身上从来不太准。寒谦宫在300里外，楚瑶到了没？按时吃饭了吗？一堂还剩几颗？比想象中热闹，竟有上百号人，不止昨天大殿里那30几个。真元境最多占7成，剩下3成聚气境，也多在7、8重以上。我是聚气境巅峰，在青石城能横着走，在这里却排在末位。喂，你也是来参加大比的？兄弟，你什么修为？聚气境。跟我一样。看见那个穿墨绿劲装的没？陆元朗，本地镇魔使，真元境6重。旁边女的叫林霜，真元境5重。我在意的不是他们多强，而是宝库里有没有我要的东西。修为可以杀出来，天才地宝至今没着落，没感知到半点灵力波动，真气却本能一颤，此人修为远在我之上，不是真元境，也不是神海境。云州分部高层，最低也是化龙境。比想象中热闹，竟有上百号人，不止昨天大殿里那30几个。真元境最多占7成，剩下3成聚气境，也多在7、8重以上。我是聚气境巅峰，在青石城能横着走，
在这里却排在末位。喂，你也是来参加大比的？兄弟，你什么修为？聚气境，跟我一样。看见那个穿墨绿劲装的没？陆元朗，本地镇魔使，真元境6重。旁边女的叫林霜，真元境5重。我在意的不是他们多强，而是宝库里有没有我要的东西。修为可以杀出来，天才地宝至今没着落。哪敢知道半点灵力波动，真气却本能一颤，此人修为远在我之上，不是真元境，也不是神海境。云州分部高层，最低也是化龙境。我叫周铁山，云州镇魔司分部执法堂副堂主。这次大比由我负责，规矩只说一遍，本次大比不比武。哼，你们是镇魔使，不需要在擂台上互敲证明自己。城外400里苍莽山脉，分部圈出方圆80里的区域，里面有妖、淬体、聚气、真元境都有，神海境也有不少。神海境已经比在场所有人高出一个大境界。除了妖魔，里面还有人。被抓的重犯、悍匪、叛逃修士347人，已放进山脉。修为最低淬体，最高真元。杀一妖魔或罪犯，玉佩自动计分，淬体1分，聚气5分，真元20分，神海100分，只看积分。这哪是大比，这是把人扔回修罗场里自己杀呀！杀妖积分，系统也是杀妖，别人进去是拼命，我进去是刷怪。大比时限7天。7天后回收玉佩，计算排名，排名前10可进云州分部宝库挑选1件宝物，第1名额外获得1次宝库深层权限。益州镇魔司宝库全是剿灭妖潮、搜剿叛逃修士的战利品，功法、丹药、神兵，哪怕大宗门看了也会眼红。宝库深层更是只有分部高层才有资格进入。地阶阳属性天才地宝外面难选，但这宝库深层未必没有。第1名，我要的不是前10，是第1。最后一条，每人1块，玉佩记录积分也是保命符，遇到打不过的捏碎玉佩，分部3息内带你出山，但捏碎者淘汰，无排名，进执法堂。接受3个月合法折磨。兄弟，进去搭个伙，我修为一般，但鼻子灵找妖一流。我习惯一个人。也行，里面碰到了互相照应。出发！寒玄宫在城外300里，楚瑶到了没有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等大比结束，再去寒武宫看看。7天，方圆80里，妖魔无数，罪犯347人。够了。突破聚气极境需3650天，还差238天，外加一株地阶阳属性天才地宝。天才地宝没有着落，大比第1名可进宝库深层，那里或许有我需要的东西。太安静了，正常山林再静也该有风声虫声。这座山脉像在屏住呼吸等猎物进去。进去吧。这不是血腥味，是妖的腥气。丁，淬体境7重妖兽，奖励修为89天。
突破聚气极境的修为够了，现在只差阳属性天才地宝。1个时辰87分，不知道别人杀到多少了，也不关心。老子进来2个月了，外面那帮杂碎拿咱们当猎物，那能怎么办？跑又跑不出去，边界禁制我试了3回，差点摔死。谁说打不过？2个月了，山里还活着的有多少人？我知道的大概还有60、70号。镇魔司送进来的小崽子大多是真元境，但他们分散开了，各自为战。咱们活了2个月，地形、妖兽、水源、洞穴比他们熟100倍。你想说什么？反正是要死的人了，与其当靶子一个一个被打掉，不如先下手。妈的，老子等这句话等了2个月。天黑之前把人聚齐，今晚先杀落单的。风向变了，里面夹着极淡的血腥味，不是妖的，是人血。血已经快干，人死透了。聚气境，连玉佩都没来得及捏碎，一刀切断肩骨和3根肋骨，力气大，手法糙，不是正经刀修。不是一个人干的，不是硬打输的，是被人引过来的。有人装落单骗他入局，等他靠近，埋伏者一拥而上，背后一刀。1个真元2组，2名1组，5个聚气境在6到8重，剩下3个淬体境高端在外围放哨。哟呵，真巧啊！居然还有镇魔使在这儿晃悠。嘿嘿嘿，这小子胆儿够肥的，一个人跑这儿来。快过来，让大伙儿乐呵乐呵。继续说，说到哪儿了？饶我一命。弄死他！你们3个一起来，还是一个一个来？东南面碰上了第1场伏杀，3名真元境和7名聚气境罪犯联手，伏击了一组3人小队。小队中1人重伤捏碎玉佩，已传送出去，另外2人还在缠斗。倒是这个，这人是
37号青石城楚宁聚气境。5个聚气镜，20袭全倒。他杀人比宰野兔还随便。你这不简单，再不跑就死定了。跑了，3个真元镜。居然被吓跑了，有意思。3名真元镜分3路逃，这小子追哪个？这是什么身法？好快的速度！看见第3生们再次反出，分3路逃，最远近200丈。全死了！云州13城送上来的名册里，值得看的有几个？陆元龙真元镜6重，清剿妖兽巢穴积分91，刀法圆满；韩青衣真元镜4重，专杀速度型妖兽积分78；莫长河真元镜7重，3拳毙命巅峰熊妖积分103。楚宁呢？134，进山才4个多时辰，这人真是聚气境。盯着他。是。真元护体比聚气难杀，但也只挡得住一刀。纯阳之力下，真元如纸。加上石坡那8个，可用修为达8113天，相当于22年。聚气极境还差阳属性天才地宝，距离大比还有6天，修为只会越来越多。眼下的8000多天，刚好拿来堆武技。圆满。风属灵力彻底契合，不用催动，凭呼吸就能感受身法融入机体。这就是登峰造极，不是月光变慢，是感知变快了。配合风行残影和登峰造极的幽影步，这座山脉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速度上跟我较量。圆满，9式贯通，一刀裂云断月。更深处隐隐有灵力波动涌来，大的不止1个。修为没了不要紧，这山里有的是。罪犯彻底清完，但这几天妖魔变少了，今天只遇到几头恶兽的小妖。没有妖气和灵力残留，核心区几百头妖兽去哪儿了？这地方太安静了。我说各位，你们也找不到妖了是吧？我从早上到现在，连个妖鼠都没碰上。昨天还遇到2头灰猿，今天跟蒸发了似的。
不是蒸发，是被聚集走。聚集？谁聚集的？谁遇到过真正的大家伙？这就是问题。情报说有几十头真元镜，大家遇到的最强不过初期，剩下的呢？阵法明早才解，妖兽是被调走的，这不是地震，是无数爪子的共振。深海镜2头，楚兄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些妖魔什么时候学会人族兵法了？这是围而见之。深海境的灵力威压，即使隔着阵法，也压得人心口发闷。副堂主，那2头深海境妖物，不是应该被……慌什么？这2头畜生投入山脉前，已被执法堂废了半条命。妖元10不存1，也就半步神海水平，否则是让小家伙们送死。可半步神海也不是真元境能应付的，他们驱使整座山妖兽灵智未免太高。是高了点儿，高到不像这山里该有的东西。让黑甲卫准备进山捞人，没我命令，谁也不准动。是。太多了，四面八方全是妖兽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。吞了你们，就能恢复逃出去。深海境妖魔竟然能口吐人言，我放弃！我也放弃，撑不住了。这根本不是打拼，这是送死！想活命的就准备拼命吧！最后一天了，放弃就全白费，更何况我们是镇魔司的人。第一个动手的竟然是楚宁。这小子疯了！没见过这么主动找死的，哼，倒是有几分胆色。一个聚气境都敢上，我还在等什么？聚气境的都他妈冲上去了，我们怕个卵！跟老子冲！丁，斩杀最低7处狼妖，奖励聚气境3重。别人九死一生，这却是属于我的饕餮盛宴。好浓郁的气血，这个人类气血比那几10个加起来都香。完了，聚气境硬扛深海境一击，必死无疑。妈的！九阳神体加上淬体极境，扛住了。好在这是半步神海。人类，你的骨头很硬，正好我喜欢嚼骨头。楚宁，你退后，这2头畜生交给我们，你找机会疗伤。你一个聚气境能撑到现在是奇迹，这不是你能插手的战斗。那头豹子归我，剩下那个你们解决。楚宁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。你看不起我们？一拳轰飞神海境大妖，这他妈是聚气境！这他妈还是人吗？
若非幽眼部登峰造极，已被撕碎。你们还在那儿愣着干什么？想等他过来，把你们也一起收拾了？叶震，先拖住那头猩猩！妈的，拼了！无龙拳，回龙岁月！获得天赋虚空折域，能穿梭30丈空间。修为呢？正好，拿你试试刀。撑住！19821天，可用修为如此之多。别让他们跑了！走！楚兄，什么需要照顾的新人，跟楚宁相比，我们只是池鱼。副堂主，影像要回放吗？聚气境、淬体境、淬体极境，10万斤肉身，身法登峰造极。查！我要楚宁所有的资料，必须细致无遗。把青石城原档再调一份。有些怪物是用来打破规则的，而楚宁显然是后者。恭喜活下来！现在公布积分。第37名李虎29分，第36名猛犸31分，第3名韩青一678分，第2名陆元朗713分。第1名楚宁，积分2843。第2加第3都没他一个零头，玩个屁呀！楚宁，从今日起，你味同百户，享3品供奉。多谢副堂主。其余人解散，前10名随我去宝库。聚气境第10重极境，正缺一株阳属性天物，希望宝库中有。被同一个人，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碾碎骄傲，这滋味并不好受。这里就是宝库，规矩都懂，按名次从第10名开始，依次进入，实现一炷香。能拿走什么，看你们自己的眼力与机缘。我选了赤焰炉，能提升3成炼丹成功率，我会在丹道上追上来的。你是第一，不限时，可入内3层。去吧。
是阳龙血门，生于万丈火脉，系龙血而生，就是他了。东西呢？大比事了，你们有7天假期，7日后自行到执法堂报到，领取你们作为甲等镇魔使的第1个任务。恢复快了不止10倍，连呼吸都有灵气涌入自动增长，这才是完美的根基。不能停！系统将13500天修为全部用于提升龙象焚玉经至第18层。现在的我，一拳足以将之前的自己打成齑粉。真元极境需要7300天修为和天地灵火，灵火不好弄，得先去打听。系统将剩余2500天修为全部提升烈云九斩，所有发力技巧融会贯通，现在只需一个念头，便能斩出登峰造极的一刀。变强是为了守护。不知妹妹在寒天宫按时吃饭没？那包饴糖吃完没？姓名、编号、何事？楚宁，甲等，37号，请假。请假？哦，是你啊，大比第一的那个，要去寒月宫。嘿嘿，懂，都懂。我说楚老弟，你这刚拿了第一，正是前途无量的时候，可不能学那些愣头青，把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，尤其寒月宫的女人。咱们镇魔司这身黑甲以前还挺唬人，现在啊，名声都快被借着协查名义去骚扰人家的家伙败光了。你去，人家不拿扫帚把你轰出来就算客气了。你是为了那位沈仙子吧？上次大比前，我可见他来过咱们分部一次，那风姿。那楚瑶在里面，会不会因为我的关系被人异样看待？批，当然批。7天假期，再给你多加3天。年轻人嘛，追姑娘总得多花点时间。煞气这么重，一点情趣都没，怎么追得上仙子？可惜。来者止步，此乃寒月宫山门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。镇魔司楚宁前来拜访。镇魔司的令牌在我寒月宫不好使，这位大人若是想借协查之名游山玩水，还请回吧。我们这儿没有妖魔，只有清修的弟子。看来文丽说的没错。我找沈清溪师姐，有要事。又是找沈师姐的，每天都有10几个人这么说，结果沈师姐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位大人，换个说辞吧。要不直接闯进去？这不是镇魔司的大人吗？怎么被拦在山门口了？真是稀客稀客！天阳宗的李师兄，李师兄说笑了。听说你们镇魔司这次大比出了个猛人，把积分宝都给干碎了。可再猛，不也还是朝廷的走狗吗？怎么办案架到我们正道宗门的地盘上来了？李师兄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说不定人家是来提亲的呢。求亲，就凭他一个浑身血腥味的刽子手，也想染指寒阳宫的仙子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。小子，听师兄一句话，寒元宫的女人不是你们这种泥腿子能碰的。识相的就夹着尾巴滚回你的狗窝里去杀妖领赏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就凭你们镇魔这群只会摇尾乞怜的露色，也配踏入寒元宫的山门？怎么不说话了？知道怕就赶紧。哪条狗在我耳边乱吠？你说什么？我说。哪条狗在我耳边乱吠？听不清，我可以再说一遍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条镇魔司的疯狗牙有多硬！李师兄，我确实留手了。若全力出拳，他留不下全尸。
大胆！胸骨碎裂3根，心脉受震，内附一位。气息浑厚深沉，脊柱处隐约有龙气流转，化龙境。果然有长辈暗中跟随。你是镇魔司的人，无缘无故重伤我天阳宗弟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无缘无故，你的好弟子侮辱镇魔司在前，动手在先，我已经手下留情了。刚才那一拳，我若全力出手，他死无全尸。狂妄！镇魔司的人，老夫不会杀，但今日老夫便替你的长辈教教你规矩。个真元境的小辈，竟然正面挡下了我这一掌，还将我震退了5步。你，我离开青石城时，他还只是聚气境3重，如今竟以真元境巅峰，还一拳震退了化龙境长老。半个月，仅仅半个月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钟长老，在寒田宫山门前出手，是觉得我寒田宫没有规矩？沈姑娘，此事是你们寒明宫的人先重伤我天阳宗弟子，老夫不过是替弟子讨一个说法。他不是寒明宫的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我妹妹，有样东西要给她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我在山门前报了名字，说要找你，他们过来辱骂镇魔司，又拿扇子拍我肩膀，说我是癞蛤蟆。之后他先动手打我，我就还了一拳。听清楚了，你天阳宗弟子辱骂寒云宫来者，率先动手，打不过又有长辈出面以大欺小，这就是天阳宗的规矩。此事确实是程远冒失，但你这位朋友出手也太重了。程远胸骨碎裂3根，心脉受震，险些丧命。他运气好，你们的人先挑衅，先出手，理亏在前，向楚宁道歉，此事就此接过。道歉？是他打伤了李师兄，凭什么让我们道歉？我们天阳宗什么时候向一个镇魔使低过头？要道歉，也该是他跪下来向李师兄赔罪。沈姑娘，老夫敬你是寒玄宫公主高徒，但让我天阳宗向一个镇魔使低头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那便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传令下去，天阳宗此次来访的所有人即刻离山。寒苑宫不欢迎他们。沈清怡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要得罪整个天阳宗！走！给寒明宫添麻烦了？没有，他们这次来寒明宫，名义上是比武交流，实际上，总之将他们赶走，对寒明宫没有坏处。我妹妹怎么样？她很好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师尊已经将她收为亲传弟子，现在正在准备体质觉醒仪式。觉醒仪式什么时候开始？7天后，师尊需要调动宫中极阴寒泉的全部力量，配合太阴归元诀，引导他体内的觉醒之力归于正轨。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大半。银霜玄素草，100年才可成熟，可以洗金伐髓，重塑根基。你从哪里得到的？苍莽山脉的一座古墓，我用不上，但楚瑶应该用得着。用得着，不止用得着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楚瑶原本只是凡人躯体，觉醒时未必能承受至阴之力的冲击。若在仪式前服下银霜玄素草，觉醒成功率至少可以达到90%。我会将它交给师尊，由师尊决定最佳的服用时间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跟上！楚瑶现在应该还在后山练功。师姐，沈师姐刚才是不是笑了？我入门6年，也是第一次见。真元境巅峰，
淬体极境，至阳之体。有意思，清溪这丫头倒是带回来了一个了不得的人。哥，胖了点儿，才没有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还在青石城吗？调到宁安府了。沈师姐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师尊对我也特别好，每天都让人给我炖汤，师姐们也很照顾我，就是每天都要抄经文，手特别酸。那就慢慢抄，别着急。哦，哥，你换刀啦？之前那把断了。那你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看什么啊？你哥现在厉害着呢。师尊教的引气风法，我学的最快。隔壁小师妹总是偷我的饴糖，后山还有一只白色灵兔，每天早晨都来找我。青姨带客人来见我，师尊来了。公主，银霜玄丝草我已经看过，有此物下注，觉醒仪式可以提前3天，明日便开始准备。成功率95%以上。哥留在山上等你，等你觉醒结束，哥再走。哥，你这次能多待几天吗？能，我有10天假，够你折腾的。沈姑娘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说。你可知天地灵火的消息？寒宁宫消息渠道比我广，能否帮我打听云州境内哪里有线索？我帮你问。云州境内目前只有2处天地灵火的线索，一处位于北境万丈深渊底部，另一处疑似出现在东面的赤岩山脉，但还没有得到证实。快了。成了。体质觉醒引发的天地异象，如此纯粹的至阴之气，韩墨公公出了个不得了的任务。寒灭宫至阴体质觉醒，傅伯，你怎么看？至阴体质万中无一，若是传说中的太阴圣体，更是100万年难遇。父皇已催了姑3次，让姑尽快选妃，或许不必再选了。安排一下，3日后，姑要上寒月山。哥，鞋呢？练功的时候脱了，忘记穿了。穿上了，寒玉地专凉。哥，我现在可厉害了！师尊说我的体质觉醒的特别完整，比他预想的还要好。淬体境9重，气血充盈，筋骨坚韧，根基被彻底重塑。银霜玄髓草没有白找。感觉怎么样？特别好，以前走2步就喘，现在浑身都是力气。昨天我还和小师妹比了一场，她都聚气境2重了，还是没打过我。哥，觉醒的时候我还看见了好多东西，有一轮特别大的月亮，还有一片银色的海。以后慢慢说，先告诉我吃东西没有？吃了，师尊让人炖了灵鸡汤，可香了。楚瑶已经完成觉醒，我也该去做自己的事了。真元境极境突破需要7300天修为和1道天地灵火，修为可以慢慢积，但天地灵火可遇不可求。赤岩山脉距宁安府1000里，可以先去探查。你要走？去赤岩山脉看看。晚半日再走。出什么事了？山下来了一批人，带了36箱贺礼，
说是恭贺寒灵公出现天骄，想要上山一见。什么人？大武皇朝三皇子萧承衍。他在宁安府已经住了半个月，名义上是代天子巡视云州，实际上此人好色，尤其喜欢拥有特殊体质的女子。他在皇都有一座百花院，里面养着10几名拥有先天体质的女修，有的是自愿的，有的不是。3日前天地异象出现时，他就在宁安府。以他的消息渠道，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体质觉醒引发的天象。他现在在哪里？已经上山了，师尊正在待看厅见他。他毕竟是皇子，寒仙宫不能直接将他拒之门外，但师尊不会让他见到楚瑶。带我过去。你想做什么？看看是谁把主意打到我妹妹头上来了。呼吸频率极低，几乎像一具尸体，周身没有任何力量波动泄露，看不透，便至少是化龙境以上。公主客气了，小王此来不过是仰慕含元宫威名已久，恰逢贵公出了这等喜事，特意前来道贺，绝无他意。这便是大武皇朝三皇子萧承业，把主意打到楚瑶身上的人。公主，小王听闻贵公新收了一位天资卓绝的弟子，觉醒之时天象异动，百里可见，不知可否引荐一二，好让小王当面道声恭喜。殿下有心了，只是那孩子刚刚完成觉醒，根基未稳，正在闭关调养，不宜见客。是小王唐突了，不知何时方便，小王改日再来拜访。至少需静养3个月，3个月后，殿下若仍有兴致，这是一句寒能宫自当扫榻相迎。那便3个月之后。萧承衍的身高、体态、面容、走路姿势、说话时嘴角的弧度、目光每次停留的位置，都已记住。你来了。公主，坐吧。他来这里的目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三皇子萧承衍，大武皇朝嫡出皇子，排行第3。其母贵妃柳氏，外祖云州总兵柳怀院，在宁安府经营多年，势力不小。但你不必担心，楚瑶是我的弟子，寒月宫800年基业，不是一个皇子想动就能动的。他若不死心呢？那便让他碰壁到死心为止。多谢公主。不必谢我，他是我的弟子，护他是应当的。青姨说你准备前往赤岩山脉。赤岩山脉深处有化龙境老妖盘踞，魏营进殿静静，深入其中。我会小心。去吧，楚瑶留在这里，你可以放心。里面有3枚中品灵石，还有1瓶回元丹，路上用得着。谢了。早去早回。昨夜已经道过别了，不去打扰他。三皇子，百花院，专好拥有特殊体质的女子，不是不在意，是现在还动不了他。萧承衍是皇子，身边至少1名化龙境护卫，背后还有云州总兵与整个皇室。就算杀得了他，之后呢？大武举国追杀，楚瑶怎么办？寒灵宫又是否会受牵连？所以不能急，等有了足够的力量，他若还敢动楚瑶，就让他死。这位兄台，赶路辛苦，不如坐下喝杯茶。他的车队比我早出发至少半炷香，却没有返回宁安府，反而提前坐在这里。这不是偶遇，他是在等我。怎么，怕茶里有毒？楚宁，镇魔司家等镇魔使，大比第一。半个月前还是聚气境3重，如今已是真元境巅峰。青石城入司，独自清剿乌鸦岭伏妖巢穴，又在苍莽山脉斩杀2头半步神海境妖魔，还有一个妹妹叫楚瑶，刚拜入寒面宫，觉醒了一种很了不起的体质。天地异象持续3日，方圆百里皆能看见，他能查出并不奇怪，但他故意提起楚瑶，是在逼我坐下。有事说事。楚兄快人快语，本王便不绕弯子了。本王此番前来是要给楚兄一个机缘。
一个搭上皇室这条船的机缘。楚兄天赋出众，是大比第一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但以你现在的身份和背景，在镇摩斯能走到哪一步？丙等、乙等、甲等，然后呢？云州分部司场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再往上，你这一辈子也就到头了。但若是你愿意把令妹送到本王身边，一切都会不同。本王在宁安府有3座灵石矿脉，每月中品灵石超过1000次。云州总兵是本王外祖，镇摩司与军方多有往来。只要你点头，本王直接保举你做云州分部副司场，3年之内扶正。修炼资源、功法、丹药、人脉关系，只要你想要，本王都给得起。不换。楚兄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样的机会，我说不换。我妹妹不是货物，不拿来交易。你的矿脉、官位和资源，我自己挣。化龙境，甚至可能更高。一个真元境巅峰，竟然能在他的威压下保持战力。吴伯，住手！楚兄，本王给你时间3个月，好好想想，想清楚了，随时来找本王。宁安府城东总兵府，本王常驻。殿下，此子天赋异禀，信性坚韧，已对殿下生出敌意，何不趁他羽翼未丰，让老奴一掌将他了结？福伯，你觉得他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老奴只是觉得他只是真元境，天赋再强，3个月又能成长到什么境界？神海境还是化龙境？我萧家老祖乃是通天境，通天境沟通天地桥梁，借用天地之力，是一方霸主。整个云州没有人能动本王。一个真元境的小镇魔使，给他3年，也翻不出本王的手掌心。3个月后，他若想通了，皆大欢喜；若是想不通，那就杀了他，把人直接带走。一个没有宗门、没有家族的孤儿，死了也没人替他说话。天地灵火，真元境极境，然后继续向上，一直爬到能够一刀砍下那颗脑袋的高度。萧成言，福伯，至少化龙境还有3个月，不够强。此山是我开！斩杀淬体境8重罪犯，获得101天修为；斩杀淬体境6重罪犯，获得73天修为。400余天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需要能正面对抗化龙境，甚至更高境界的力量。我需要那道天地灵火。地方没找错。赤焰草，玄阶下品灵植，可用于炼制火元丹。斩杀聚气境4重妖兽，获得321天修为。妖兽蕴含的能量远比外界更加纯粹，这里是一座天然修炼场。斩杀火属性妖魔，获得298天修为；斩杀火属性妖魔，获得312天修为，获得407天修为。内心可用修为8000天，还不够。是谁在我盐域部落的领地大开杀戒？
深海境，真正的深海境妖魔。威压爆发的一刻，我已经感应到了，最高的火山就是火属灵气最精纯之处，天地灵火一定就在那里。终于找到了。就是你杀了乌尔，屠了我的部落子民。人类，你身上的气血很好闻，吞了你，我们的修为或许还能再进一步，用你的血肉偿还罪孽，很公平。公平？你们的子民想吃我，被我反杀，仅此而已。弱肉强食，不就是这里的规矩吗？伶牙俐齿。烈云九斩，第9式，天外飞仙。丁，斩杀神海境妖魔熔岩巨魔，获得稀有奖励百毒不侵；斩杀神海境妖魔赤炎妖蟒，获得稀有奖励火灵亲和。没有修为奖励，却得到2个天赋，火灵亲和，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。万事俱备，该去找天地灵火了。火灵亲和已经生效，天地灵火就在那里。天地灵火，终于找到了。五脏六腑如同夹在烈焰中煅烧。突破！真元境第10重，真元境极境，真元化金。九阳神体觉醒隐藏特性，天地灵火经九阳之力炼化提存，蜕变为九阳神火。九阳神火纯阳极致火，焚烧万邪，对一切阴属性与妖邪之物具有绝对克制，可附着于武技之上，大幅提升攻击威能。赚了！我等了300年的天地灵火，被人吞了。蛇人族！不是化龙境，傅伯的威压，我至少还能站着。面对他，连动都动不了。涅槃境，他没有第一时间杀我，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抢了我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天地灵火。我在这座火山等了300年。天地灵火生于天地，本就是无主之物，我先到先得，有何问题？无主之物。小东西，不要在本座面前耍嘴皮子。本座看上的东西就是本座的。300年前，本
本座选定此地，驱散方圆千里妖兽，以自身妖元供养火脉。若非本座，那团灵火根本不会孕育成型。你说它是无主之物？跟一声狠狠就能震伤我的涅槃境讲道理，不叫勇敢，叫找死。本座名紫嫣，你吞了本座300年心血，按蛇神族规矩，本座现在便可拧断你的脖子。但是本座心善，不愿做杀孽，所以本座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死；第二，替本座做一件事，事成天地灵火的账一笔勾销。涅槃境强者竟然需要一个真元境修士帮忙，这件事得麻烦到什么程度？什么事？跟本座走，具体是什么事，路上再说。万一这件事更难呢？那你现在可以改选第一个。一个涅槃境的蛇人族女王，究竟需要我这个真元境修士做什么？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这里是蛇约城，本座的领地。参见女王陛下。说吧，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本座如今是涅槃境巅峰，想要突破通天境，本座必须完成血脉返祖。蛇人族王室血脉源自远古神兽，但传承至今，血脉早已变得稀薄。本座需要一团足够纯粹的天地灵火，炼烧血脉中的杂质，重新激活沉睡的远古血脉。而那团天地灵火，本座等了300年。所以，你想让我用九阳神火替你断烧血脉？不笨。断烧过程中，他的命会捏在我手中。一个涅槃境巅峰强者，这女人疯了！你干什么？别自作多情，低头看看你的胸口。这是什么？蛇神族王室秘术，血脉共生印。本座死，你死；本座伤，你痛。有了它，你替本座断烧血脉时，便不会生出其他心思。你就不怕我现在自爆，拉着你一起死？你舍得？这门秘术，蛇人族女子一生只能施展1次，原本是种在夫君身上的。他将这道印记用在了一个刚认识不到1个时辰的人类身上。行，我答应帮你，但有个问题。说。九阳神火刚刚炼化，我还不熟悉控火之术。你若让我现在动手，我不保证不会把你直接烧成灰。7天，本座给你7天，将生灵秘术修炼至入门。7天入门一门圣阶术法，嫌短，那你可以选择死。7天够了。出门左转，第3间石室是你的，吃食会有人送去。7天后，本座来找你。小子，别想着逃跑，蛇渊城方圆100里全在本座的感知范围内。被涅槃境女王绑定生死，却也因此得到了一门圣阶术法。7天。7天，我根本不需要7天。灌注速度比以往任何功法都慢。生灵秘术已入门，可用修为归零，
入门了，但也仅仅只是入门。圣阶与天阶之间的鸿沟，比我预想中更加恐怖。修为越来越不够用了，往后将生灵秘法推到小成、大成，那个数字恐怕极其恐怖。不过那些都是以后的事，眼下最重要的，去告诉紫嫣，我能干活了。我可不想在这地底蛇城多留一天。蛇人族的家务事与我无关。女王陛下，您怎能将血脉共生印种在一个人族身上？那是王室圣印，是留给未来王夫的。您将蛇渊城的颜面置于何地？与玄蟒部落的联姻已谈了3年，两族联姻可保蛇渊城500年安宁。如今您将圣印种在外人身上，玄蟒部落那边该如何交代？联姻？谁允许你们去谈的？这是为了蛇渊城的未来。玄蟒部师实力不在我族之下，女王陛下常年闭关，族中事务总要有人操持。我等身为长老，自然要为族人安危考虑。所以，你们的意思是，背着本座，把本座当成货物送给玄蟒部落那条老蟒的儿子？女王陛下，这不是送，是联姻，两族结盟，互利共赢。本座修炼300年，从化龙到涅槃，靠的是自己；蛇渊城的安宁，靠的也是本座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替本座做主了？联姻之事到此为止。谁再提一个字，本座不介意让蛇渊城换一批长老。将血脉共生印种在楚宁身上，并非因为情爱，而是为了突破通天境。本座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女王陛下，那个人族说有事求见您。从他离开大殿到现在不过2个时辰，我明明给了他整整7天，这小子连1天都没有。让他进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本座给了你7天，才过去多久就跑到本座面前晃？生灵秘术我已经修好了。你说什么？生灵秘术已经入门。圣阶秘术，2个时辰入门，你是在拿本座寻开心？本座给你7天，是看在你悟行尚可，不是让你跑来胡言乱语。收起来。2个时辰，圣阶秘术2个时辰入门，本座即刻闭关。闭关期间，蛇渊城一切事务由大长老暂代，任何事情等本座出关再议。跟上。诸位都看到了，他真的准备使用天地灵火煅烧自身血脉。蛇人族属阴，天地灵火属阳，阴阳相克是写在族谱中的铁规。300年前，老族长强行炼化一缕地心火种，最终被火焰反噬，连涅槃境肉身都没能保住。紫嫣以为自己达到涅槃境巅峰，便能逆天改命。那个人族呢？什么意思？紫嫣将血脉共生印种在他身上，又让他修炼生灵秘术，他是想让那个人族引导天地灵火进入自己的经脉。有那个人族控制灵火，他成功的可能性会不会比我们预想中更高？不可能，阴阳相克是天道法则，不是一个真元境小子能够改变的。他的火焰再精纯，灌入女王经脉的瞬间，也会受到阴属妖元的本能排斥。轻则经脉受损，重则……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？万一他真的成功突破通天境，我们这些人……不能让他突破。你准备怎么做？血脉返祖时，天地灵火会与他体内的阴属妖元发生冲突，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。只要我们从外面施加力量，打乱灵火煅烧的节奏，他会死？不会。
涅槃境的肉身没有那么脆弱，断烧被打断，天地灵火会被他的妖元强行压制，他最多受到重创，血脉返祖却会彻底失败，至少3个月，他无法恢复。3个月，足够了。玄蟒部落的聘礼早已备好，等他重伤，我们便以长老会的名义代行族务，与玄蟒部落完成联姻。等他恢复过来，一切早已成为定局。他不会答应。他答不答应重要吗？蛇渊城不是他一个人的，蛇渊城共有8位长老，现在6位都在这里。族规写得清楚，在场长老超过2/3同意，便可以代行女王之权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等他开始断烧血脉的那一刻，动手。玄阴明随叶，本座花了120年，从9处极阴之地收集而来，这里的每一滴都价值连城。这东西很贵，别给它糟蹋了。原本是为了中和天地灵火入体时的灼烧之处，火被你吞了，这池明随液倒也不算浪费。血脉返祖时，本座需要浸泡其中，以阴制阳，减弱九阳神火对经脉的冲击。这些阵法能挡住多久？涅槃境以下，永远别想打开。涅槃境同阶，至少也需要3天，够用了。12道阵法不是为了防妖兽，是在防蛇渊城里的人。他从一开始便没有真正信任那些长老。血脉返祖开始后，你将九阳神火化成丝线，沿本座12条主脉逐一灌入，火线进入经脉，会与远古血脉产生共振。你会看见本座的血液颜色发生变化。当血液从暗红色彻底变为金色时，立刻停手。记住，是纯正的金色，不是橙色，也不是赤红色。提前停下，功亏一篑；晚停一息，本座经脉寸断。明白。你在做什么？等你准备好。你小子装什么？本座这具身体，不知多少人想看都没这个福分，白白让你看了，你倒嫌弃起来了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再扭捏，本座挖了你的眼珠子。开始吧。过来，坐在池边，将手伸进水里。来了。长老们，血脉共生印将2人性命连在一起。紫嫣若死，我同样会死。若长老们冲入密室，打断血脉返魂，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别分心，本座等这一天等了300年，你以为本座会没有准备？这12道阵法，每一道都是本座亲手布置。那群老东西全部联手3天之内，也别想碰到这间密室的一块砖。而本座完成血脉返祖，只需要2天。所以专心做你的事，别让本座失望。12道阵法，整整12道。他竟然对长老会防备到这种程度。不能停！现在停手，等他出关以后，我们一个都活不了。对。不是疲惫，是恐惧。第3层阵法碎了，真元几乎抽空，只能靠九阳神体自行恢复，勉强维持。
神识已经像被拉到极限的弦，随时可能断裂。第4层也破了。别急，最后2条主脉最为复杂，急不得。管不了外面的事，完成手上的工作。阵法剩不了几层了，再快一点！雷劫，涅槃境突破通天境，必须经历天地雷劫。他要渡劫，血脉返祖成功了。我在给女王护法。去了也是死，他不会放过我们。那就别让他有机会。渡劫失败，他死，我们逃；渡劫成功，他清算，我们一样死。不如现在动手。雷劫之中，他刚重塑的经脉最为脆弱，只要一道化龙境全力攻击与天雷同时落下，他的经脉必然当场崩塞。人族小子，我来护法！你们想做什么？一击就够了。他的经脉刚刚重塑，根基尚未稳固，只要一道化龙境全力攻击与天雷同时落下，他撑不住。你疯了！他活着，我们才叫疯！谁再往前一步，我把他的头拧下来。